Hello 好，我是可可潘，很开心今天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曾经住在 share house 的室友阿 Sir。大家好，我是阿 Sir。阿 Sir， 我想问你哦，就是有哪一些居住在别的城市的经验？我是高雄人，然后我家住高雄的乡下。那我只要在每个不同的求学阶段的时候，就必须去城市里面。那我从小就喜欢跑很远，所以我大学就在台北念，然后研究所就到花莲念，越来越远，故意的。然后现在来新竹嘛，对啊，每个城市比如 locate 过，这样也是不错。在找房子的时候，你就会留意哪一些条件？学生的时候就是钱嘛，其实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对吗？总不可能租个6万块的房子，我也想住地堡啊，没事，对吗？对，那钱其实也都差不多了，你可能先定一个范围之后，你就开始去。现在我觉得591或是什么租屋的那种 app， 你只要打一个价钱，然后你的条件出来，它就会自动帮你筛选嘛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再来就是脸书社团嘛，脸书社团你可能可以去当地的，比如说你要在台北，就台北租，新竹租，对啊。第一点当然就跟交友软体一样嘛，你先看照片嘛，你总是要漂亮才会想看嘛，然后看一看喜欢之后就约嘛，实体再看。天哪，真的好像交友，好来是吧？再来，对吧？看了喜欢也约他了，就一定要出来见面嘛。对，出来见面。他说的是房东，但是讲的人家是交友软体，没错。做房子，对，是房子。我们是很正经的，好来。进去看是不是跟照片差不多嘛？如果差不多，就大概8、9成你会喜欢，因为你会想要去租房子跟人家约，就是你已经喜欢这个东西了，或是你对它有兴趣。哦。对啊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就 OK， 那就好谈了，这个就是价钱嘛。或者是你实际去看的时候，它的环境是不是你喜欢的？对啊。然后是啊，你以前在外面租房子，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？我以前住台北的时候，我是念东吴，它是在士林夜市里面。那台北房价大家都知道很贵，你可能6000块、8000块，你租的都很可怕，都是那种20几年的小房子，然后硬用木板隔间隔起来的。对，我以前住的那个就是用木板隔间，我连放屁隔壁都听得到，这么可怕？我妹住我隔壁，那时候我妹都会说：“哥，你可以安静一点吗？”然后你就传来，我都怀疑到底是我屁太响，还是那个隔音太差。就是木板隔音，然后就会很吵，互相都会干扰。对啊，互相就会干扰。我就会有很习惯一个动作，像那时候我跟 Coco 他们见面的时候，我进去也是稍微看一下，然后就去敲旁边的墙壁，敲看是不是水泥的。对，如果是木头的，我就会说算了，就不要了，因为有经验。一个是会比较吵一点，那还有嘞？还有就是房东好不好？其实房东很重要，因为毕竟你去租房子，你都是去跟某一个人去租用他的空间。那你要去改变他的空间的时候，你都要去询问。对啊，那如果你的房东你都不敢跟他去正面的讲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委屈你自己。OK， 你也会顺便去看房东啊，就跟面试一样啊，你在被人家面试，你也在面试那间公司啊，看喜不喜欢跟他的相处的模式啊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你干嘛去？对啊，都要花钱。可是你又不跟房东住，你不跟房东住没错，但是你如果假设你的东西坏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像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，跟我朋友一起就去找同一个地方住。大家如果有缴过水费就知道，水费其实100块也很多了，对啊。可是我朋友缴800块，哇，这么夸张？对啊，是4倍。就是他的房间的马桶漏水，那个也不是我们的问题，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些小美，就像我现在租房子，这也是经验值嘛。像我觉得隔音很吵，是因为木板隔间。我下次看房子的时候就去敲墙壁，然后我朋友就会去看马桶，去看那个他的水管有没有漏水啊或什么，因为那时候的事情是我们后来我朋友发现水管漏水，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看房子的一个小技巧。因为像我本身是房仲，我们在带客人去看房子的时候，都会试那个水路给他看。例如我们会去把那个洗手台的水蓄满，然后再把它放掉，看它的流速正不正常。如果很久，你就会看得出来它就流很慢嘛，就是水管有问题。对，然后不然就是马桶去试冲看看。对，然后瓦斯，如果你租那种是有瓦斯的，你就把瓦斯炉打开看有没有火。对，这些就是在房东面前做过以后呢，就会比较双方确认。是，这也是一个蛮对经验。对啊，这是经验啊。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去补 share house？其实这个也跟我自己的个性跟科系有关系。因为比如说像我是念化学系的嘛，你是做实验啊，那你或者是像现在我是工程师，我基本上面对的不是人，我面对的是机器。吓我一跳。不然我是面对的是。我不知道。你接触到的都是
不是人的时候，你其实每天都会觉得我到底一天跟人讲话的频率是多少？比如说像我学生的时候，你就是跟老师讲完话，早上9点进去讲完话，你可能就一直做实验做到晚上6点啊，老师4点就走了，那也没人理你啊。是。对啊，那你就变成是你都是一直在跟自己对话，真的就是没有，就你做实验你还能干嘛？糖加水会变成对啊，糖水吗？是这样。然后就是你就是一直在跟自己相处。那所以为什么会想住学好，是因为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是住雅房，对，然后住完的时候的当下，住完大学4年。我就觉得，我如果下一次要租房子，我想要像在大学生宿舍这样的感觉。你是有人回到家跟你讲话，即便你不想跟他聊天，你是有这个机会去跟人家讲话。OK。对啊，所以轩 house 那时候看的时候，我就，比如我在 Coco 这边不是第一个轩 house，是我后来研究所毕业的时候，我就有去台北的内湖那边也是住了一个轩 house。我体验的时候觉得也不错，因为你也没有这种尝试过嘛。因为你通常能够跟你一起相处的不是大学室友，就是当兵嘛，男生都当兵嘛，对啊，还或是家人，你其实不会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起住，对，机会很少。那你后来你自己真正进入 share house，你是因为人嘛，就觉得有人在里面蛮好的。是。那你自己住进去的经验呢？会不会因为有人，然后反而有很多的变数，或者是反而其实就是如同你想象的，就是真的让你的生活变得很不一样。就是你会有机会可以去跟不一样的人相处，毕竟你求学阶段，你其实也是跟那个系上的朋友，对吗？你当兵也是随便乱随机的，但是当兵就是一个大融合，什么人都会认识。学龄 house 就有点像这样，他跟学生时期住的跟当兵的就差很多。当兵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人，对，你学龄 house 也是，你也不能去控制说你这边都要住谁，我要求全部都要住护士，不可能吧？对吗？对吗？或者全部你都是全部都是工程师，那个也要刚类似这样，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人家的职业是什么嘛，所以你会接触到很多的人，你会每天会有很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不知道的行业是护理师，像我们之前是护理师，你就会去了解护理师的生活是什么，他也会了解我工程师的生活是什么。对，那这是优点，而且像我们有一个室友叫 Chris， 他是德国人，他很会讲英文，他也会讲中文。对，那你就可以去跟他做一个像是那个 language exchange， 你有办法去语言交换。对，那这都是你如果不住学龄 house， 你没办法得到的事情，你可能要额外收费啦。哦，对，我们那时候那个一起住的时候，我们还常常在1楼就叫我最印象最深刻，那时候我很喜欢吃芒果冰，就大家叫芒果冰一起来吃啊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你会有一个比较像家的感觉，或者是不要讲家啦，你至少回家的时候你是开心的。你是有温度在的，可是如果你今天在住的是套房或雅房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有这个温度。OK， 你就是回到家，它就是一个，你进去也不会跟人家讲话，除非你回家你还有余力去打一个 line 或是打电话，但好累啊。OK， 对啊，而且住 sharing house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，你是租一个空间，对你有一个私人空间跟公共空间。如果你今天不开心了，你想跟人家发泄，你就去公共空间。如果你今天不开心，然后你不想跟人家讲话，你就自己发泄，你就回自己的房间。你有这种选择嘛？对嘛？可是如果你是套房雅房就没有啊，就只能自己在房间一直发泄。对啊，你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对啊，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。OK， 我懂，因为其实我之前住学 house 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每次回家就看到就阿婶就躺在那个沙发上，因为他下班回家必须捋冲一下，他才会。那是我的行动虫。对，那是他的行动虫。然后就护理师就在那边煮菜，然后那个 Chris 那个德国人就会在那边就是吃他的生菜沙拉。对，我就觉得即使是经过，然后看就是只是跟他 say 个 hi， 先上去房间，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很温暖，然后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我是很开心的，而且我每次比较早起床嘛，然后可是 Chris 又更早，所以那 Chris 就会，因为他很早就要去别的县市上班，所以他早上就会先煮咖啡，然后每天早上一下来就是蹭他的咖啡香，我就会这样一开门，然后就一直闻他的咖啡香。这也是sharing house一个好处。对啊，上次他在家里烤面包，我也会跟他说，我可以吃吗？对，它就是一个分享。对啊，反正对，你可以把你能够提供给人家的就
就买。还有那个 Kido 嘛，我买了我也没在吃啊。哦，对，我就跟他说你要吃你自己去拿，我就放在那边，你要吃就自己。我觉得这样啊，我觉得这很棒，因为像我自己之前在家里租房子，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，买东西就很节俭，因为就觉得只有自己用，就自己用。对，可是后来我住 share house 的时候，我在添购那些家电用品啊，我都很好卖，我就买那个咖啡机呀，然后也是现在 share house 才买气泡水机，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大家一起用，就觉得 CP 值很高。对不对？哇，你两年不花都存钱。你赶快！我很会赚就好了。我会赚，对。然后 Chris， 你们会有什么这个私人行程吗？有啊，我们之前还要去酒吧。就是好像之前是什么跨年还是？跨年啊，就去酒吧，就一起去喝酒。对，就一起去喝酒啊，或什么的。然后 Chris 看你在楼下什么时候，然后经过还说 Hey bro， 对，他会说 Hey bro。What's wrong with you？ 对，他很担心，对啊，然后反正就是 share house 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都是你如果没住过你不知道。有一些这个室友就跟我说，以前他们有什么状态，因为没有房东帮忙做沟通，就很难沟通，因为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说，敲人家门说，那个不好意思，你可不可以什么东西可以用好这样子。可是有房东的话，其实大家有群组，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在群组里头沟通，然后有一些事情他们就会会跟房东讲一下，然后房东就会帮忙来协调说可以怎么做。然后我最近还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方法，因为每个人，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那种上面家里会贴很多什么使用规章的那种，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人口也简单，大概就4-5个人，大家就开一个家庭会议，然后就想说，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大家一起共同有共识，例如什么东西的使用啊，然后有一些共识，然后大家就可以。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，例如每个礼拜大家出多少钱公积金买什么生活日用品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大家什么可以轮流干嘛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就是又有一个小社会，可以自己一起学习怎么样管理大家都舒适的地方。因为像我们上一批的sharing house的人，其实我们的共识是，反正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。对，就像卫生纸没了 ，Chris 看到你车上就丢在桌上，类似这样，他家有时候就丢。对啊，但是这样啊，像我是那时候我看到楼下1楼也没了，我就去我房间，然后我就丢桌上了，我也没查。那你觉得这样的住 share house 的经验，你觉得整体来讲，你有什么样的收获？我觉得跟不同国家的人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刚好，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不同国家人生活，就是 Chris 嘛，德国人，你可以去从他身上，你可以看到一些不同国家的想法或是什么的，对啊，然后或者是再来是不同职业，你可以去理解到另外一个跟你不同世界的人，比如说像我是工程师，我认识到的都是工程师，除非我去额外再去认识其他人，我参加活动，我才可以接触到不同行业，对啊，那可以在 sharing house 学到的是从这一件事情住 sharing house 去扩展出你不知道的很多的面向，就像护理师，我们就可以更去包容为什么护理师很累，因为他们会去讲说他们真的累的地方是什么，对啊，他们也会觉得说工程师不是这么的刻板，工程师也是很有趣，也是可以长得很帅，然后也是可以聊天很好聊，然后又很会喝酒，对 ，Hello， 对，就是这样，真的是人家护理师本人说的吗？还是你自己内心幻想的？好，我懂，我不管了，我懂。阿婶，你那时候在看 share house 的时候，然后你会看到，因为就是小时光啊，或者是这个 share house 里面是很有用心去布置的嘛。那你那时候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？因为其实你跟 Eric 在做的这个 sharing house， 你们的风格都走得很一致，就差不多都是走那种亮色系啊、暖色系。对，工业风的好像我还没看到，可能也有吧，可能比较少，对。然后你们的风格就是偏向，你会看到就是很干净舒服。讲一个比较直接的，就是Hola，我觉得很像 Hola 的布置看起来都是木头啊，就是暖暖的那种，你进去你会觉得说看起来像家的感觉，对，比较像家的感觉，对，那布置看起来就是很干净、很亮，然后很漂亮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想租嘛，对啊，所以是有重口味。而且很方便啊，他们都狂喝，我真的是一卡皮箱入住了。基本上就是我把我的衣服啊、刮胡刀啊、充电器啊带一带就进去了，因为床、枕头也都用，对，该有的都有，这样真的是该有的都有，对啊。因为你接下来你还想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可以买的，对啊。可是如果以单纯租房子的经验来说，我觉得sharing house这一次住的是
舒服的。最舒服。对啊，因为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人进去都帮你弄好了，对啊，垃圾也帮你倒，然后帮你打扫房间。对，我们有每个月有一没关系，次是的，打扫房间，对。专人。那我问你哦，像你知道有就是像那个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去年圣诞节，我记得是有约要吃饭还是干嘛？哦，去年圣诞节我们有交换礼物。对，然后我突然出差，对，我没有办法参加到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很抱歉，我想说，靠，然后都约好了，然后就去，然后弄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门掉了一个袜子，我那时候想说，我袜子丢在楼下，你这帮我拿上来，也是蛮贴心的啦。然后就看，不对，这形状我不会买这种袜子，很长那个袜子到这边我180，我脚算长哦，袜子到这边，我也不可能买这种袜子啊。哇，然后打开里面有小卡片，就很贴心。可是也不是每个 sharing house， 先讲不是每个 sharing house 都有，是我们刚好住的这个空间的 Coco 跟 Eric 他们有在做这件事情。对，不是每个人，不是你不要讲一讲，然后看一看影片说我要进入 sharing house， 那你主人说没有潘可可你骗我。没有，我问你，那你觉得那个你收到那个袜子礼物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我有拍限动你有拍限动？我有拍限动啊，我拍完然后就上传限动，然后有说这是你的袜子，我就忘了传给你，我忘记了。没有啊，你没有传给我。屁啦！有啦，我要传说这是我。然后里面有糖然后有饼干然后卡片类似这样，我忘了跟你讲。那时候还是我打电话给你，忘记了。有，好像你有打给我。那时候我跟 Eric 我们2个人就是圣诞节超忙，因为我前一天晚上还弄了那个，前一天晚上先是那个交换礼物嘛，然后大家一起吃饭，然后到隔天早上，因为早上就要让你们睡觉起来以前就先看到有那个礼物，对，很像圣诞老公公来过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大概早上6点多就起来，然后就去累吗？累，然后去搞了，去星巴克写卡片，对，因为他那个是星巴，你那个糖是干的，那是认真买的啦，还要买哦，星巴克这么硬哦。我想说，那个糖不是抓一包，怎么会有这种糖？因为我是认真的。星巴克就是我不会去调糖，我也不会再额外加糖。星巴克那个是额外自己拿，还是要跟他要？没有，是认真的。有啊，有感受到。这么认真。我那天最感动是什么？我回到家，我肚子超饿，一打开里面就有一个饼干，我先嗑了。是不是？看到先嗑完之后才打电话，这个你们送的。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那个要买。你后面没有看到标签吗？8买8。我没有看，我觉得有饼干好开心的。下次可以先那个先付款。而且我是吃完的当下说，这是他们送的，因为我卡片还没先看，我先把它当成我说有卡片，我等下才看，我就吃我好饿。好啊，所以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回忆。不错啦，不错。可是真的又不是每一个sharing house都有。就觉得说那个很温暖啊，就觉得希望大家就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我们有一次是 Coco 他们还有 Eric 找我们去露营。对，那时候要找我们去的时候就说，我们公司有办一个露营，然后大概10个人，然后你们要不要一起参加？这样加一加，算一下16个人还好，很少嘛，也没什么。我到了现场不是是整个露营场几乎包下来了。因为他们把西家带眷光3个帐篷就16个人了。大家把事情搞大了，就是越来越多人参加。我车开上去说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人，怎么对。然后那个 Chris 还觉得说好的露营不是应该要在野地求生，然后居然你们还有弄巴菲来吃，他觉得，然后帐篷还帮他塞好，他很生气。他说这不是露营，然后他就拿一本书，他在旁边坐在椅子那边。我那时候跟他喝酒，他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的生活？这根本不是露营。好了，改进，我们下次就会到野地，好不好？旁边还放一些什么鹿啊，在旁边跑啊、奔跑啊、蝴蝶在天上。你接下来去美国嘛？对，我要去美国。对，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送过你饼干，希望你回来台湾。我送你饼干，好是。那你之后要去美国，希望你可以一路都非常顺风，然后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回来变阿姨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太快了吧？混血，对啊，注定你的魅力。好啦，那谢谢大家喽，拜拜。